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正午阳光2026年翻身战，黄轩、杨紫、肖战能否重铸国剧之光？进入2025年，国产电视剧格局变化迅速，观众口味愈发挑剔。作为曾经以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等现实主义题材力作奠定行业标杆的头部公司，正午阳光如今却陷入创作低潮。继《淬火年代》在央视黄金档播出后，即均播放量仅800万，未能拉高热度。《樱桃琥珀》转战网播，依旧因叙事风格与选角饱受诟病，收视与口碑双双平平。正午阳光在现实主义创作路线上的惯性与市场审美的转向形成落差，其连续失利也暴露出内容定位与观众需求错位的现实。在此背景下，正午阳光旗下目前已有3部待播重磅大剧，黄轩主演悬疑剧《命悬一生》，杨紫领衔年代剧《生命树》，肖战演出的谍战剧《谍报》上部封顶，被视为其2026年争夺话语权的关键战役。他们能否成为正午绝地反击的核心力量，不仅关系3部作品自身成败，也将重塑公众对正午宇宙的认知。1. 黄轩命悬一生，悬疑烧脑，能否成为破局作品？命悬一生改编自畅销小说《一生悬命》，以一起木箱藏尸案为切入点，反转、线索、扑朔迷离层出不穷。演员阵容以黄轩为主角，他饰演的倪向东被卷入一系列悬疑事件中，涉及与吴戏妹李庚希氏的旧情、死者孩子身份谜团，以及警方层层推进的错综推理。黄轩首次挑战白切黑，与他此前在现实主义题材中塑造的清醒率直、正气凛然形象不同，倪向东角色间具复杂性与张力。预告渲染其亦正亦邪的气质，挑战万人预期也颇具惊喜。他在镜头中智能切换温润学者与冷峻疑犯2种状态，初步展现出角色跌宕的内在世界。业内普遍认为，这一角色是黄轩的重要突破点。一旦演绎到位，不仅可带动剧情张力，还能显著提升其角色解读度。悬疑题材的市场语境，近2年来，悬疑剧成为流量密码。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白夜追凶、开端等作品带动大量用户追剧，但市场上爆款稀少，悬疑题材层次尚未完全建立，剧情逻辑体系较弱，反转套路化都常被批评。正午阳光曾尝试开端等悬疑题材，但未能像白夜追凶那样引发全民级话题。此次借力黄轩强演技以及原著粉丝基础，命悬一生如果兼具硬核推理与人物情感深度，或能打出烧脑加共情双向营销。破圈挑战在于节奏把控与角色深度。悬疑剧的节奏、逻辑与角色塑造需精准控制，否则容易落入碎片化或反转疲劳的窠臼。命悬一生在叙事结构上引入密室、记忆倒叙、身份互换等经典元素，但也存在剧情密度太高、人物动机不清等风险。如何在保持惊悚张力的同时营造角色温度，是衡量此剧能否破局的重要指标。而黄轩本身具备重塑角色身份背后的温度感，这或许是剧组应重点依托的破圈突破口。2. 杨紫生命树，年代剧能否再现山海情的影响力？生命树是正午阳光继山海情之后，主打年代脱贫题材的又一力作。剧情背景设定在青海高原，围绕基层干部与山村民众共同追求脱贫致富展开。由杨紫主演，胡歌、李光洁等合作主演阵容强大，从古偶花旦到扶贫干部的形象提升。杨紫过去以都市偶像剧、青春题材为主，近年来不断尝试现实主义题材。在《生活万岁》《野蛮生长》等作品中，她已展现出角色厚度，
更获得业内认可。进入生命树，他塑造的角色将经历从大学生到基层干部的成长曲线，这对他的演技跨度与人物弧光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更易打破其以往甜偶固有标签。年代剧平台语境与受众期待。近年来，觉醒年代、人世间、乔家大院等年代题材屡创新高，观众仍对主旋律和时代背景剧目抱有强烈关注。但不少扶贫剧常被批评为宏大叙事加政策宣传，缺乏个人视角与情感代入。《山海情》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有深度结构，人物逆袭成长与乡土文化真实呈现。若生命树能在小人物加大时代中挖掘情感张力，并注重地方文化细节打造，将更容易引起共情并获得年轻观众认可。突破同质化关键，聚焦乡村人物成长。生命树若能将剧情聚焦在少数角色的成长弧线上，用杨紫角色从理想主义者到实践者，再到经验积累者的成长路径，替代掉过度散文诗式叙述，并在实际扶贫案例设置冲突如产业发展、文化适配、择优机制冲突，以及基层干部自我成长与心理冲突的描写，它就能成为新时代扶贫题材的新代表。3. 肖战谍报上部封顶，谍战能否撑起正午宇宙？谍报上部封顶是正午阳光首次涉足谍战题材，叙述1940年代上海的中共的下党员与日伪特高课之间的智斗。肖战饰演的男主兼具儒雅气质与果敢行动力。剧组表示其设定不走偶像化路线，力求还原历史人物的复杂内心。谍战类型的挑刺与机遇。谍战曾是国剧黄金赛道，潜伏风筝、伪装者、觉醒年代等作品在观众和口碑中形成多层次影响。然而近年来类型疲软，套路化严重，主题趋同，缺少真实历史维度与人物复杂性。同时，网播环境对题材创新与观众忠诚度提出更高要求。如何让谍报上部封顶既具战斗张力，又强情感共鸣，是其成败关键。肖战能否打破流量瓶颈？肖战的粉丝是能为该剧带来话题热度，但谍战剧还需要演员具备角色可信性与时代厚重感。肖战是否能从角色的台词语气、心理状态、战时决断、双重身份压力中建立起真实感，是衡量其能否破圈的核心。业内人士表示，若剧能够呈现家国震荡背景下个体情感挣扎，并让肖战与反派角色据传张颂文出演，展开心机对话，心理声东击西，再加之对女性线、地下女特工、记者等的聚焦，将更易成为聚合型谍战剧，并重塑正午宇宙。4. 正午阳光2026年的破局考验，内容工业 vs 审美升级。正午阳光的2次失利，暴露的是2重症结：一是审美与受众偏好脱节，二是创作模式陷入工业化惯性。其主旋律加现实主义定位在2023年曾是出路，但到了2025年，观众眼中的正午牌开始成批量产化，丧失了人性焦点和故事共鸣。工业化生产与人性冷酷的矛盾。正午著名的演员几乎都在场主旋律搭台派系齐全的故事格式已形成固定模式，但年轻观众对于真实、细腻、刺激内容需求愈发强烈，工业化制作往往以高速完成为导向，内容质量有时成流水线产品，难以满足深层消费。3部剧的风格定位与内在逻辑。命悬一生具有悬疑强类型属性，若节奏紧凑且情感铺垫充分，将成为正午转型网播剧市场的重要试水。生命树承载主旋律加情感路线双重方向，若杨紫与角色深度绑定，有机会成为下半年年代剧热度控制器。
谍报上不封顶若能做到谍战、智斗加情感加历史厚度的三环联动，将比其他两部更具翻盘潜力，成为正午复兴的真正起点。探照灯还是灯塔？公司的战略选择。正午阳光董事长侯洪亮曾言，创作者不能只做灯塔，更要成为探照灯。所谓灯塔，固然能引导观众回归正剧现实主义阵型，但要成为探照灯，则需深入挖掘内容细节，触达观众多元化需求。这需要正午从制作体制改革、编剧引入更新范式、导演选角再平衡等方面全面发力。未来数月内，正午阳光将背负一律与期待，依靠黄轩、杨紫、肖战的三部大剧展开翻身战。从这个角度看，若命悬一生突破黄轩演技边界，守住剧情节奏，其在年轻群体中将构建强话题基础。若生命树再现乡村扶贫人的微小情感与艰难抉择，杨紫或将扭转轻量偶像认知，建立更立体竞争力。若谍报上不封顶，实现谍战与人物内核的双重聚合，肖战则可能成为新时代国剧男一号。这三部剧不只是单部作品的竞争结果，更是正午能否突破工业化暂时胜利岛至审美惯性的重要试金石。未来的国剧市场已不再只是剧情还要主题，流量还要质感，说教还要温度。在这场战役中，正午阳光如何变换战术，把握角色投入和类型创新，并赢得观众心智，将决定他能否在变局中重铸国剧之光。对于观众而言，我们可以期待这三部作品作为正午新方向的代表，悬疑翻新、民族题材、谍战佼佼者。如果落地理想，我们有望见证中国主旋律现实主义电视剧真正拥抱创新、深度与广度的新时代。命悬一生，生命树谍报上不封顶，正午阳光的翻身之战濒临登场。